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黑莓的盆栽种植。我的这棵黑莓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移栽过来的，现在已经基本上长成了，被我修成了宝塔的形状。看看周围结满了红色的果实，这种红色的其实是还没有成熟的。黑莓顾名思义是要黑色的才是成熟的，像这种已经发黑开始变紫的，就是已经开始成熟了的。咱们来近距离的看一下，这一颗已经开始变得黑紫了，还差一点点就完全成熟了。这种还没有成熟的，红的非常的透亮，看起来更漂亮一些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黑莓的施肥和修剪，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1年前我是如何盆栽种植这颗黑莓的。黑莓的施肥比较简单，我还是用这种适合酸性植物的好利痛有机肥，每年给它施上2-3次就可以了，早春和深秋各施1次。这2次的施肥是必不可少的，像这么大棵的植物，每次大概是3-4量杯就可以了。施肥的用量，我们既可以量一下植物的水线，也可以量一下花盆的直径，大概就是按照1英尺施1到2杯的肥的量就足够了。水线或者是滴水线，就按照图示的方式来测量就可以了，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枝叶能够覆盖到的直径。施肥的时候，沿着花盆的边缘把覆盖着的土给它扒开，然后把肥均匀的撒进去，再把土盖回去就好了。施完肥之后，要认真的浇上一遍透水。我这里边的砖头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，就是为了增加花盆的重量，以免刮风的时候把它刮倒。如果你不是纯有机种植的话，也可以选用10-10-10的缓释的颗粒肥，那种的效果会更好一些，用量可以酌情的减半。黑莓不像蓝莓那样喜欢非常酸性的土壤，它要求的土壤 pH 值5.5到6.5就可以了，基本上属于是微酸性的。所以基本上除了第一次在准备土壤的时候需要适当的加一点酸化剂，让土壤呈微酸性之外，剩下其他的时候就直接施肥就可以了，基本上不用再怎么加酸化剂了。刚才我们提到了每年要施2到3次肥，春秋是必不可少的，剩下的1次我们就要观察叶片的生长情况，还有结果的情况。如果是枝繁叶茂，果实长得也不错，就不需要再施了。反之的话，如果长得不好，就需要再施1次肥。另外就是像我们这种盆栽的情况，因为土里边营养非常有限，也可以选择在每年剪枝之后再额外的多施1次肥，用量和前面的用量是类似的，也是2-3量杯或者是3-4量杯就可以了。关于剪枝，我们要把这些结过果、摘掉果实的枝条全都给它剪掉。这种剪掉不是从上面剪，而是从根部把整颗枝条都给它剪掉。黑莓是1年的新枝结果，所以像这些老的结过果的枝条，等到我们把果实都采收后，就可以沿着根部全都给它剪下来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盆的底部现在已经有新枝从土里边钻出来了，而且已经长得很健壮很高了。将来我们把老枝打掉以后，这些新枝就可以长更多的侧枝，长得更加健壮了。从上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，这一条就是今年钻出来的新枝，以后我们就靠这条新枝来结果了。这边是另外一条的新枝，我们也要把它保留下来，留着结果。我现在就要做的一个操作就是，这条新枝长得太长了，我需要把它截短，大概沿这个方向剪下来。这样的话能够促进这条新枝主干上边的芽点长出更多的侧枝来，而这些侧枝就能结更多的果实了。这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，把它剪掉。将来长出的侧枝越多，结的果实就会越多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结得更短，比如说结到花盆的边缘的位置。这样的话，它长出侧枝，然后侧枝上面还会长侧枝，这样的话枝就会越来越多。不过今年我想稍微给它留长一点，回头用一根细竹竿把它捆一捆，这样的话能让整棵植株变得更庞大，让枝叶不受花盆大小的限制，能够长得更多一些，结更多的果实。像是黑莓和树莓这些实在是太招鸟了，一变黑很有可能就被鸟给啄掉或者是吃掉了。所以说一变黑就需要马上给它摘掉，否则就会被鸟给吃了。像这种明天早晨就可以过来把它摘掉了，或者也可以把整颗黑莓和整个花盆都用防鸟网给罩住，这样的话会更踏实一些。接下来如果大家也想种黑莓的话，就跟我一起来回顾一下我去年盆栽黑莓的整个过程，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。今天我们种黑莓 Blackberry， 这棵黑莓是我们今年要种的最后一棵树了。
我记得我是有一个很大的破了的花盆来着，我去找找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这是我那个破了的、底儿已经掉了的大花盆，我打算把它稍微修一修，然后就用这个来种黑莓了。我拿钻头在这个花盆的底下打几个洞，这样的话，我是想把铁丝穿过去，然后能够用铁丝把这个网给兜住。行，然后我们用这个铁丝试一试。这样穿过去，穿过去，变很大了。然后咱们这样穿过去之后呢，这样一下，然后这边。我们下雨了也，下雨了也可以防雨我。要从那儿穿过去是吧？对，嘿。咱们这样好了，我们再从这个方向再穿一下。行，我们再加上最后一道就可以了。太难弄了是吧？还行啊，不是很难呀。行了，这个花盆下边的铁丝的骨架就弄好了，我再截2块木头，把它垫到下头，这样盆底就好了。看看，差不多，就是可能比它稍微长一点点。行了。接着我们拿这个3颗螺丝把这2个木头固定一下，这样这个盆底应该就结实了。好了，这个底儿就修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放一些硬纸壳进去。行，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蓝莓土的配方来配一些给黑莓用的土。因为种黑莓的土壤 pH 值范围比较广，不像蓝莓对 pH 值要求那么严格，所以我们蓝莓的土给黑莓用就足够了。我们配好的土也不需要再加酸化剂了，因为昨天测量的结果就是配好的土大概 pH 值就是5.5到6之间，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自然的中和作用，那个土壤会慢慢趋向于6，或者是再高一点，这个刚好适合种植黑莓。黑莓 pH 值5.5到7之间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行，我们准备2份泡好的泥炭台 peat moss。什么？泥炭台。然后是1份树叶堆肥，1份牛粪土。1份松树皮土，1份珍珠岩。看这个像纸山。快速的把它混合好。雨越下越大了。哦，这个土我混合好了，我抓紧时间把它放到盆里去。我们快速的加上2 cup 的底肥，
好了，这样一棵黑莓苗就种好了。我们加上松树皮护根。现在雨挺大的，我们今天应该是不再用浇定植水了。我自己也已经被浇透了，赶紧回家了。这个黑莓已经开花了。黑莓的生长速度特别的快，这个黑莓在移栽后大概也就2个月，高度就已经超过我了。现在看到的这2个是今年新萌发出来的新枝，我这个笼子的高度就到这儿，所以我从这个地方给它剪掉。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这条枝干上侧枝的萌发，第2年的话可以结更多的果。另外的一条侧枝，我们用同样的方式给它剪掉。因为黑莓是新萌发的枝，在第2年结果，而且只在每条枝条的顶端结果，所以我们在当年新萌发的侧枝越多，第2年结果就越多。